从货架到灶台，净利润连降5年后的桃李面包，为什么突然开店卖饺子、汉堡和咖啡了呢？在超市货架上摆了快30年的面包，桃李面包最近突然在沈阳工厂门口开了家店，里面什么都卖，饺子、汉堡、咖啡都有。干了一辈子包装面包的巨头，这回要亲自下场现烤现卖了。1997年，那时候大家都在做保质期6个月以上的长保面包，桃李偏偏把保质期压到7天以内，就靠这点，他当年赢下了超市货架的半壁江山。但曾经的面包大王，从2021年到2025年，净利润已经连续5年往下掉，2025年降幅更是超过45%，11.69亿的营收里，净利润只剩5000多万。一款保质期几天的面包，再怎么强调新鲜，也架不住现在到处都是便利店现做现卖的3餐。那么靠着中央工厂加批发模式打遍天下的桃李面包，为什么突然卖起了饺子和汉堡呢？你别以为一直当老大就能一直风光下去。短保面包这个市场表面上看还行，2025年占了预包装面包市场的60%以上，但问题是吃蛋糕的人越来越多了，你能分到的自然就少了。看看桃李最近3年的营收，2023年67.59亿，2024年60.87亿，2025年降到54.48亿，3年下来营收缩水了超过13亿，规模掉了将近20%。要知道桃李这块招牌当年有多硬，市值一度冲到426亿，被资本市场叫做面包毛。现在回头看，这个称号的确有点讽刺。更麻烦的是产能利用率，桃李在全国建了24个生产基地，总产能45.8万吨，实际只用了29.73万吨，利用率从67.35%掉到了64.9%。这就好比你花大价钱开了家大饭店，装修的挺好，结果每顿饭只坐满60%的客人，钱已经投下去了，东西卖不出去，固定成本每个月照扣不误。2025年折旧和摊销费用达到3.17亿，占净利润的比重高达111.62%，光是折旧这一项就把全部利润吃得干干净净。曾经让桃李铺遍全国的货架渠道，现在正在一点点失去威力。首先是便利店升级太快了，现在的便利店哪里还只卖包装食品，早餐有三明治，午餐有盒饭面条，晚餐有沙拉，收银台旁边的加热箱里烤串的种类都快赶上小餐馆了。面对这么丰富的现做食品，谁还愿意专门去货架深处翻一包保质期只剩2天的手撕面包？人都是图方便的，尤其吃饭这种事儿。其次是商超渠道自己也出了问题，永辉超市连年亏损，沃尔玛这些大卖场的客流也在往下掉。那些和桃李深度绑定的传统超市正处在转型阵痛期，逛商场的人少了，桃李依赖的堆头效应自然就大打折扣。而盒马、永辉、沃尔玛都纷纷推出自己的现烤品牌，用爆款和现场体验来抢生意，再加上佑和、石头先生的烤炉，这些现烤烘焙品牌越开越多，传统的预包装面包在新鲜和体验这2个词面前根本招架不住。别忘了还有外卖和即时零售，当你在手机上半小时内就能叫到热乎的早餐，当山姆和盒马的现烤面包可以直接送上门，谁还愿意买几块面包？还有一个让人挺无奈的事实，桃李的产品结构太集中了，集中到有点危险。2025年面包和糕点卖了53.24亿，占总收入的97.72%，把几乎所有家当都压在一个品类上，光看这数字就让人觉得不踏实。产品结构的问题背后其实是创新上的迟钝。2025年上半年，桃李的广告费用猛增了40%以上，达到4296万，而研发投入却同比大减30.81%，只有1066万，占营收的0.4%。这让人想不通，你到底是做面包的还是做广告的？反映到消费者那边是什么结果？品牌老化和产品老化已经摆到了桌面上。去年9月，桃李推出了生活毒打论月饼广告，结果被年轻人集体吐槽爹味儿太重。桃李这几年品牌和品类老化严重，本来就吸引不了年轻人，这种说教式的广告反而把年轻人的距离拉得更远。至于2025年底推出的百洁布蛋糕，外形模仿厨房里的百洁布，黄绿配色确实像，官方自己也承认范缩力拉满，想搞点猎奇营销博眼球，结果消费者不买账。而就在前几天，桃李面包在小红书上官宣了一件事儿，他在老家沈阳苏家屯区的工厂门口开出了第1家现烤烘焙实体店，取名桃李奥莱店。这家店面积超过100平，设有透明的烘焙间，主打当天现烤现卖，品类从肉松、小贝、吐司到蛋挞，中式点心摆得满满当当。但这还不够，店里专门划出了快餐和茶饮的档口。中式口味方面，各式小菜、米饭、面条、饺子和馄饨全都有。西式方面，披萨、汉堡、热狗和三明治也没落下。在消费者心里，桃李一直是个专业做面包的牌子，现在突然冒出来饺子、汉堡和咖啡，消费者能一下子接受这种认知上的错位吗？没人知道答案。但有一点很清楚，在净利润连降5年的艰难时刻，一个卖了几十年包装面包的老牌子没有坐等出局，而是选择放下身段，把手伸进油锅里试试，这道菜能不能也端上自己家的餐桌。